今日我哋要解剖一隻好多投資者又愛又恨嘅明星股康方生物，股票代號9926。開波之前，我先講一句可能好得罪人嘅說話。而家嘅市場正將康方生物當成下一個全球王者嚟定價，但係佢最關鍵嘅一場全球大考，成績單上面寫住嘅竟然係統計學上唔顯著，即係話爭啲啲就肥佬啦。咦，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奇怪呢？明明市場日日都吹奏佢支神藥有幾勁，點解我會咁講？唔好急，坐定定。我哋今日就嚟一場深度嘅博弈分析。首先，我哋要公平啲講下市場主流嘅睇法，或者我哋叫第一層次思維。喺大部分人眼中，康方生物絕對係中國頂級嘅生物科技創新公司。佢哋最出名嘅就係手上嗰兩張王牌，一張叫卡道尼利單抗，另一張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叫做伊沃西單抗，簡稱 AK112。市場點解會對佢咁有信心？主要原因係指伊沃西單抗喺中國做嘅臨床試驗入面，數據非常亮麗，甚至喺某啲指標上揮低咗全球藥王 Keytruda。哇，打贏大佬喎！咁仲唔係同類最佳？所以市場就覺得佢成為全球新嘅標準療法，基本上係鐵膽咁滯。再加上康方同美國一間叫Summit嘅公司簽咗個天價合作協議，好多人就覺得呢個操作一嚟解決咗全球銷售嘅問題，二嚟又好似買咗個保險，可以避開美國生物安全法案呢啲地緣政治風險。但係如果投資真係咁簡單，股價就唔會坐過山車咁啦。表面完美嘅故事往往有一條裂痕，而康方呢個故仔嘅裂痕就係一個關鍵嘅數據點。大家記住，喺醫藥界，尤其係美國 FDA 要批藥，佢哋最重視嘅金標準叫做總生存期，即係 OS Overall Survival。簡單講就係病人食咗你隻藥之後，總共可以活多幾耐啊？問題嚟啦，伊沃西單抗嘅第一個全球 R 期臨床試驗叫做 Harmony， 佢個結果點呢？喺最關鍵嘅 OS 數據上面，佢嘅 P-value 係0.057。喺統計學上 P-value 要細過0.05先算係有統計學顯著性，即係證明你支藥真係有效，唔係靠撞彩。0.057呢個數字就好似考試考到49.5分咁，差少少就合格，但係唔合格就係唔合格。呢個就係知識上嘅矛盾點啦。一邊喺中國試驗入邊打低藥王嘅冇進展生存期 PFS 數據，另一邊喺全球舞台上未能喺總生存期 OS 呢個金標準上達標。究竟我哋應該信邊個？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核心觀點，我哋嘅第二層次思維。我哋認為市場好可能係有確認偏誤，即係太過集中睇中國傳嚟嘅好消息，而選擇性忽略咗全球試驗嘅呢一個關鍵失敗。我哋認為市場可能從根本上誤讀咗伊沃西單抗，佢可能係一個好出色嘅區域冠軍，但係佢會唔會一定係一個全球霸主，其實係見仁見智。點解我哋夠膽咁講啦？首先我哋做咗個反向 DCF 分析嘅，簡單嚟講啦，就係計下而家呢個股價，究竟市場覺得康方未來要做到幾勁先值？答案係點？答案係市場隱含預期康方未來10年嘅收入每年要複合增長38%，即係話要由2024年嘅21億人民幣收入增長到2034年嘅超過520億。老實講，呢個係需要近乎完美嘅執行，同埋後續幾款藥都要大賣先做得到，係一個極度樂觀嘅劇本。第二，我哋睇下個風險回報。根據我哋嘅模型分析，如果最差嘅情況發生，例如全球商業化失敗，國內又打價格戰，股價潛在嘅跌幅可以高達57.7%。但係就算最好嘅情況發生，即係全球夢成真，潛在升幅係幾多？大概50.7%。你諗下，一個潛在要輸6成，但係贏就贏5成嘅博弈，仲未計如果發生悲觀同基本情景嘅機會率加埋超過5成，咁樣嘅風險回報，你話係咪吸引先？仲未計佢哋喺國內嘅現金牛卡道尼利單抗，其實一直面對住醫保談判 NRDL 帶嚟嘅降價壓力，盈利能力係有隱憂㗎。而所謂嘅生物安全法案防火牆喺系統性風險面前，係咪真係咁穩陣，都係一個未知之數。所以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個核心矛盾喺邊。究竟伊沃西單抗喺中國嘅超強數據係未來稱霸全球嘅預告，定係佢喺全球試驗 OS 數據上嘅僅差一步？其實已經揭示咗佢嘅致命弱點。呢個問題嘅答案就係決定你揸住嘅股票係金蛋定炸彈嘅關鍵。換言之，如果最終 OS 數據確認過關，股價可能會一飛沖天；但係如果最終確認肥佬，再加埋其他風險爆發，股價就可能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咁作為一個精明嘅投資者，喺呢個十字路口可以點做？就係要掌握最精細嘅數據同模型，去動態評估各種可能性。喺我哋嘅 Patreon 會員專屬內容入邊，我哋就做咗呢樣嘢。我哋會將成份機構級嘅估值報告拆開俾你睇，入面包括第一3大情景分析，我哋會詳細列出樂觀、
基本同悲觀三大情景嘅所有假設，由藥物成功率、市場滲透率到定價壓力，全部有數得計。第二 ，RMPV 估值模型解構，我哋會帶你一步步睇我哋點樣用風險調整後嘅淨現值模型計出樂觀情況下同悲觀情況下合理價值嘅詳細過程。第三，獨家敏感性分析矩陣，最重要係呢個，我哋會提供一個互動矩陣俾你睇到，只要稍微調整兩個關鍵變數，貼現率同伊沃西單抗海外成功率合理價值嘅變動範圍，你可以代入自己嘅判斷，即時睇到個估值會點變。呢啲就係幫你喺迷霧中睇清前路嘅地圖。如果你都想擁有呢一種機構級嘅決策工具，而唔係再靠聽市場故事嚟做投資，就快啲點擊下面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好，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記住市場充滿博弈，我哋要用深度思考，行先一步。我哋下集再見。